天然的油脂呢，第一步都是去哪？当然是去女生的化妆品公司啦，因为我们女孩子所有的眼霜、我们的乳液都是用天然的可可脂作为基底料，一小瓶可以卖你3、4千块钱。我当然是拿去做化妆品啦，我怎么可能在食品工厂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品味之境 The Border of Taste， 我是以望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大家探索巧克力的世界。巧克力也有年份的吗？对哦，其实巧克力跟红酒、跟雪茄一样，也是有年份的哟。因为巧克力啊，它是生长在树上的，每一年呢可以收割2次，一个树上会有60到80个可可荚。可可荚呢，长得就像这样。有一点点像是木瓜，可可荚切开之后，里面有40到60颗的可可豆，一粒一粒白白的，像极了释迦这个水果。所以啊，可可的珍贵就在于这个白白的可可脂。世界上呢，对于可可有3大品种，一个叫做 Criollo， 一个叫做 Forastero， 一个叫做 Trinitario。这3个树的特别呢，就在于 Criollo 呢，其实是原生于中南美洲的一个可可树。我们上次有讲过，巧克力呢是在3000多年前中南美玛雅人阿兹迪克的年代就发现的一个众神的食物，所以呢 Criollo 呢是最原生的一个可可树种，它现在占全世界5%的可可生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Criollo 的树种非常的珍贵，非常容易受到自然的天气或者是虫害，也因此 Criollo 树种长的年效不容易很不长，树龄比较短。其次呢，一个叫做 Forastero 的树种呢，大部分呢都是生长在非洲。你要知道 Forastero 在西班牙文就叫做 foreigner， 外国人，因为可可是我们中南美洲的原生树种，在非洲另外一个州就是外国的可可树，所以叫 Forastero。后来可可到了18世纪，进入了真正的商业生产的年代，于是就有农夫把 Forastero 跟 Criollo 2个树种合并，变成了 Trinitario。Trinitario 树种呢，不但可以在中美洲、非洲生长，甚至是连亚洲只要赤道上下5度都非常适合生长。也因此 Trinitario 现在呢是全世界占有最多可可豆的一种树种。这3种豆种有什么不同呢？很多师傅比较喜欢用 Criollo， 我自己是个人觉得这3种豆种真的是比较 subjective， 比较主观啊，并没有说Criollo就一定比较好。它确实比较贵，有一点点经济价值，那真的也是因为它的生长比较不易，它的产量比较少。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供需的社会嘛，所以当你的这个供给比较少，然后你的需求比较多，当然而言你的价值就会比较高。那因为呢，巧克力做到这么深，就很多人呢把它也开始往年份的方向发展。世界上啊有一款巧克力叫做 Millicent 巧克力，它的法文呢就叫做 Vintage， 就是年份巧克力。我今天带给大家的呢，就是各式各样 Millicent 的年份巧克力。什么叫做年份巧克力？现在巧克力啊，也跟红酒一样，有做像这样子的一个酒标。我们看到哈，它的第一行叫做 Peru， 就是它是秘鲁的这个国家所生产出来的可可豆。其次，第2行叫 Terra de Lamas， 就代表它是拉玛斯这个产区单一产区的可可树。再来，这个2020是这个可可豆收成的年份，不是它的有效期限哦。其次看到的这个是它的豆种 Criollo 的豆种，也是我刚刚说的在世界上仅剩5%生产量的可可树。然后呢，55%就是它可可浆跟糖分的比例，55%代表55%的可可浆，另外45%是糖的比例。因为这个巧克力呢，全部是单一产区、单一年份，它不混任何的其他的风味，所以所有的巧克力都是100%可可脂，不假他人之手。从豆种的采集、烘焙、烘烤
到最后的调温，全部是在一个工厂一条龙所完成的。第二个比较受欢迎的豆种呢，叫做 Frastro。Frastro 呢，它大部分呢都是生长在非洲，譬如说象牙海岸、西非等等。因为呢 ，Frastro 它的树龄通常比较长，大部分都是80年的老树才能生长出来的可可豆，所以呢，它的可可豆的硬度会比较高一点，也因此呢，很多人觉得它的苦味持续性比较长。它是现在所有产量最高的一个树种，也是一般我们知道黑巧克力里面最广为使用的一种可可豆。那因为呢，1727年有一个很大的飓风，把很多 Criollo 的树种全部都毁灭掉了。也因此那个时候呢，透过一个天然交叉的方式，生成了第3种的可可树种，叫做 Trinitario。所以呢 ，Trinitario 树种结合了 Criollo 跟 Frastro 的一个特色，它比较容易抗天然灾害，也因此它比较容易生存。包含台湾、越南、印尼等等很多的树种都是 Trinitario 的树种，它的味道呢会比较甘草味多一些，或者是所谓的坚果味，风味比较多一些，也是现在非常多的烘焙师傅喜欢用的，因为它稳定性比较强，它比较不像 Criollo 这么的娇贵。那说到它的经济价值，其实巧克力只要是真正的有可可脂的巧克力，经济价值都很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可脂它其实就是巧克力里面天然的油脂，不是化学所加上去的。那天然的油脂呢，第一步都是去哪？当然是去女生的化妆品公司啦。因为我们女孩子所有的眼霜、我们的乳液都是用天然的可可脂作为基底料，一小瓶可以卖你3-4千块钱。我当然是拿去做化妆品啦，我怎么可能在食品工厂？所以确实现在有很多食品工厂，他把可可脂第一步先卖给化工公司，然后他们再去买植物油来做加工的巧克力。那今天要介绍这个工厂呢，它就是 From 冰土霸的始祖，中文叫做从可可豆到巧克力 bar。 好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在比利时烈日市的工厂 Millicin， 我们一起来参观吧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 From 冰土霸，也是最有规模的工厂 Millicin。 你可以看到他们这边一袋一袋的麻布袋里面装的都是不同产区、不同年份的巧克力。看到这个一粒一粒的吗？这就是可可豆本人。我要跟大家再科普一下可可豆不是咖啡豆，所以它们两个长得很像，但是巧克力是从可可豆上面所做出来的食品，所以巧克力里面没有咖啡因了。不要再说巧克力有咖啡因。一个可可豆正常熟成的可可豆大约是2到2.5公分。那在 Millicin 呢，他们完全是分年份、分产区放的，有点类似像红酒。那世界上公认最好的2个年份，当然就是2020年跟2021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2年正好是 COVID-19 的年，所以呢比较少的飞机，也比较少的轮船制造空污，也因此可可树的生成是最没有污染的。所以好的可可豆收藏家现在大家都在封2020跟2021的豆子。拿到了可可豆的第一步，最重要就是要开始烘焙。烘焙呢，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温度，它会有不同的味道出来。如果今天你是30分钟，你用120度来烘焙，或者今天你是40分钟，你用180度烘焙，那个可可豆所会产生出来的酸性跟它本身的味道会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其实这个烘焙也是一个技术。Millicin 的创始人呢，他也是全世界少数有可可豆烘焙执照的烘焙师，他很能够掌控在不同的温度下面、不同的时间，把不同年份的豆种的特殊风味给散发出来。这都要经过非常非常多的实验。经过了烘焙之后，下一步呢就会进入研磨。研磨呢就会把可可分层。首先，可可壳因为比较轻，就会被这个风往上吹，
于是会流到的是可可的碎粒，可可的碎粒呢就会放到这种石磨机。现在还在用传统石磨机的工厂也不多了，大部分都是在比利时才会有传统的石磨机，在美国或者是瑞士，甚至是法国。然后亚洲大部分都已经是用精炼机，所以精炼机跟石磨机，有人说用石磨机它会比较保存这个可可豆的原始风味，因为它压出来的这个颗粒跟分子呢会比较大，所以于是它的原始风味呢会比较容易被保存下来。经过了研磨完了之后呢，就会到一个叫精炼的过程。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呢，这个就是可可浆的精炼机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可可的风味就会完完全全的散发出来。精炼机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秘密机关，就是通常精炼机里面都会有1000到2000颗的小钢珠，它会把可可的浆完全磨到油脂完全合一，所以到时候去做塑形的时候呢，你的风味会更容易被锁住。巧克力 bar 呢也会经过所谓的射出机，射出机呢会按照巧克力bar模型的重量去射出它所需要的克数，然后一样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这个冷气管，我们叫风冷管，30分钟到40分钟把巧克力bar凝固起来，然后最后再经过脱模，把巧克力bar呢一个一个取出来。在 From 冰土爸的世界，他们在做巧克力的时候呢，有2种做法，一种就是刚刚说的，透过机器做射出，然后呢做脱模。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传统的手工，是用手工的方式呢去加上它的这个可可浆，然后再做冷却，再做脱模。它的特色是什么不同？因为通常每射出一次所谓的巧克力体液呢，就会往大理石上敲敲敲，于是它的空气跟泡泡就会被震掉。所以用手工所做出来的巧克力bar，通常吃起来比较厚实，不会有空气感，也不会有所谓的泡泡。From 冰土爸的巧克力现在不只是在欧洲流行，甚至在亚洲的日本、台湾、越南现在也广受欢迎，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吃所谓的原型食物，不喜欢巧克力里面加太多的香精、香粉或者是防腐剂。让冰土爸现在在世界上慢慢的铺开，我相信它会成为巧克力的下一个风潮。当你已经吃惯了有可可脂的巧克力，下一步你就会想，我要指明什么年份、什么单一产区的巧克力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介绍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喽！